大家好，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我是 Rhi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2年8月17号周三晚上的7点45分。今天的四大指数是全部收跌，创下了自7月22号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这个市场是连续的上涨了1个月，这么跌一下还真是有点让人不习惯。今天的几个大的权重股，除了苹果是在新品 iPhone 消息的刺激下独立收涨。苹果对于整个大盘的重要性其实咱们在上个星期讲过，它如果开始大幅回调，代表着看涨情绪就被破坏了，所以现在我们就看苹果到底还能不能挺得住。那么今天的美联储的会议纪要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多新意的，推动市场下跌的除了是技术面已经到站，需要阶段性的调整一下之外，基本面上还是和零售相关，一个就是今天发布的零售月率，另外就是零售板块的整体的这个下跌的拖累今天的这个零售板块跌幅是比较靠前的。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个是今天的半导体这边跌幅也比较大。我们看一下费城半导体指数今天下跌 2.48%， 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出了鬼故事一会儿我来讲一讲。好，咱们首先来看一下美国7月的零售销售月率的数据。根据今天公布的数据呢，实际公布的7月零售月率是 0%， 也就是不增长。那么和预期增长 0.1% 相比，显然是不及预期的。在7月的核心销售月率方面是超出预期的，这个是增长了 0.4%， 预期是负 0.1%。其实这个数据看上去是好坏各一半。如果剔除掉汽油，其实零售额的这个增长我们看到还是增长了 0.7% 的，涨得还是可以这个还是不错。所以呢，整个的这个现在的情况其实按照道理来讲，这份零售月率的这个数据出来之后，表明现在的消费者的状况可能会更好，尤其是现在的汽油价格还正在下降。理论上我们一直都说理论数据出来应该会提振或者维持3季度的 GDP 的预期，可是咱们看到的却是一个截然相反的结果。在今天的这个 GDP 亚特兰大联储的 GDP Now 的这个模型上，预估的3季度的 GDP 的预期再次下调，今天下调到了 1.6%。在昨天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做过一次了16号是 1.8%， 已经是做了一次下调。今天的数据出完之后再次下调到了 1.6%， 连续2天下调了增速预期。因为这2天出来的数据都对整个 GDP 的增速模型电脑认为是不利的。其实美国的这个零售的销售额它主要是针对的美国的13个零售行业，每个月都会进行一个销售统计的调查，它里边是不包括这个服务的支出，还有像旅游医疗还有交通等非实体商店的这个消费都是不计算在内的。所以它主要指的是那种有实体店铺的，你去那儿刷卡或者现金的这个刷卡的这个消费指的是这一块，或者是这个现金的结算等等。所以呢，这里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零售月率就是好坏参半吧，你不能说太糟糕，当然呢也没有太好。特别是这一块7月的核心零售销售额，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你会发现其实增长几乎是属于这个停滞的一个状态特别是在通胀还在这么高的情况下。另外呢，今天和零售相关的还有一个就是来自于这个 Target 的这个财报。昨天的沃尔玛和 HD 的财报大家看完说这2个财报出来之后都涨，今天 Target 的财报出来之后怎么它就跌？这个零售板块现在真的是一笔糊涂账里边分化也挺厉害的。有的板块有的个股相关行业涨得不错，那么有一些财报出来以后截然相反。你看 Target 就属于这种在本季度，如果单独拿出本季度的财报来看，它肯定是爆了个大雷的，但这个跌幅很明显并不像是个爆雷的样子就是简单的回吐了一点之前的涨幅而已。那么它的财报怎么去看待？首先，整个 Target 2季度调整后的每股收益是 0.39 美金，远低于市场分析的 0.79， 和去年同期的每股收益 3.64 相比，净利润是暴跌了 89%。整个第2季度的销售额是 260.4 亿美金，与预期持平，同店销售是增长 2.6%， 低于预期的 2.8%。
整个的二季度的净利润的这个比较的少，主要是从这个毛利润率上下降了厉害啊，是 30.4% 的这个利润率降到了 21.5%， 主要的原因就是降价、促销以及更高的仓储还有运输费用导致的。其实呢，这个降价促销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薄利多销，先保住营收，再说后边的啊，免得这个营收也不及格，是 EPS 也不及格，那个双报就不太好了。不过总体上啊，尽管二季度的业绩不佳，但它的前瞻还可以。前瞻呢是公司目前维持了之前全年的营收的低个位数增长。营收啊，指的是营收，并不是 EPS 的增长。由于这个返校销售比较强劲，预计下半年的情况会有所改善。但是啊，我这里一定还是要说一下，但是我们在谈到数据的时候，有时候要把数据正反两面说清楚。Target 它这个前瞻能不能维持住，要打个问号，因为根据他们的行事的风格，他们以前是怎么做的呢？ Target 在上一次在一季度发布财报的时候，就是6月份那个时候，他说也能够维持全年的前瞻，但是仅仅过了3个星期，他就主动发了公告，下调了前瞻，现在维持的就是那个下调的前瞻。所以这一次财报里边出了一个二季度这么差的一个数据，他仍旧说会维持前瞻，那么你认为他后面还会不会继续下调呢？特别是现在的零售业的情况，还有你自己身边的这种消费的状况，你觉得啊，他这个前瞻能不能维持得住？不过总体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营收的这个情况呢，低个位数增长，它如果能保持住还好，但是 EPS 这边是肯定保不住的。今年的 EPS 的增速预期是-37%啊，就是和去年同期相比是-37%，到了明年预计才会重回增长。财年是1月份截止，所以我这里写的是23年1月和24年1月啊，就是往后多一年。那么上边是它现在的一个估值的情况，按照今年的估值97到167，很显然呢，这个是一个高估状态了。如果按照明年的估值水平呢，现在是一个正常的这个波动范围区间140到241啊，这样的话大家看待会比较的清楚一些，你就可以知道啊，那你到底是什么时候买它不高，或者说你现在买拿到明年还是后年它不高的问题啊，这个大家就方便。有的时候经常会有朋友问呢，关于这个估值，那什么叫为什么高有时候低？为什么减完仓之后后面又要比这个减完仓这个更高的价位再买回来？那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股票的估值在不断的提升。那未来的估值提升，在提升这段时间之内，中间没有任何下调给你，就是你减完仓之后没有下调给你更好的捡便宜的机会，但时间往后推移，它的估值最终又提升上去了，所以你才花了更高的价格才买回来。如果你看一个长线增长，你不想动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当然你减仓就要冒着这种你波段不成功的风险，减完之后它一直涨，但是你也减完仓之后呢，同时你也面临一些机遇啊，就是减完之后它如你所愿，它能够小幅的回调，让你用更好的价格再买回来，你多做了一个波段，用部分的仓位，这是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式啊。但总之呢，只要是属于长线增长型的股票，你无论是长期去持有，还是部分波段部分去底仓持有，都是可以的。这看你个人的这个包括对于操作的计划呀，你的税务问题啊，还有你个人看盘和盯盘的这个时间呐，等等啊，都是有关联性的。好，这是 Target 的一个财报。今天的这个我们还是把简单这个7月份的会议纪要跟大家简单的几个点说一下啊。其实这个亮点不是很多，几乎都是在鲍威尔7月的这个利率决议的发布会上提到的那几点，我们来简单看一下。与会者是一致认为，几乎没有证据表明通胀压力正在减弱，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解决问题。第二点是，一些与会者表示，一旦政策利率达到了足够限制性的水平，保持这一水平一段时间，以确保通胀回到 2%， 可能是合适的。这句话的意思呢是说，官员们不打算在近期降息，而是选择把利息加到一定的位置，稳定住一段时间，通胀出现了明显下行之后，他们才开始降息。所以呢，从现在我们的这个快速加息到变成缓慢加息，然后到停止加息，最终才是降息啊。所以我们现在呢看这么一个过程，现在还是属于在缓慢的加息，我们要看到这个加息的幅度降下来。那么整个加息幅度呢，如果按照现在的预测来看，9月份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现在又重新站到了上风啊，超过了一半。
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其他几点。与会者强调，需求放缓将在降低通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啊，其实就是靠加息嘛，破坏需求，没人消费了，通胀自然就下来了，或者你消费不起了，它通胀自然就下来了啊。好，担心过度紧缩，未来某个时间点会放缓加息。这个呢是属于对于经济衰退的一句补充性的说明吧。如果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经济衰退，那么相信美联储这边还是留了个活口，毕竟又想要软着陆，他又想控制通胀，这两个方向是相反的哈。所以呢，他必须要补这么一句，不然的话显得他们过于的这个走单边了。所以美联储其实也是相当于在做波段啊。好，讲完了美联储的这个会议纪要之后呢，最后啊重点来讲一件事情，就是关于这个 NVDA 的这个事情。为什么我的标题上会写着啊，这个 NVDA 要演恐怖片，它要讲鬼故事了？这是因为啊，在这个下个星期三的时候 ，NVDA 是会发布财报。它的财年呢是和这个大家不一样啊，它不是正常的123和345、456，不是这种的啊，所以它呢是截止到7月份是它的第2个季度。它在上周的时候其实发过一份公告，我给大家当时讲过啊，这份公告是在8月9号，当时它后来就下跌了 3.9%。当时他们宣布大幅下调2季度的业绩，就是马上下个星期要披露的这份业绩。预计呢，当时是说7月的2季度营收是67亿美金，会大幅的低于之前的81亿美金的预期。当时我也讲过，我说这个下调是一口气给下调到了1年之前，相当于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倒退。当时的原因给的是销售，这个游戏销售部门的这个销售弱于预期。其实当时市场啊担心的是什么呢？它跌了一些，最近不又涨回去一些吗？大家担心的是一个季度的疲软其实还好，如果你持续连续的走这个疲软的趋势，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了。当时大家认为说3季度会不会能够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啊，就是截止到10月份的3季度会不会好一点？但是他们的新闻稿里边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其实没有提到这一点，只说预计挑战将在3季度继续存在。好，那么今天呢，美银就是美国银行的全球研究部门警告啊，我先给大家看这个数据，然后讲讲我收到的新的数据啊。在这个警告里边，他提到英伟达有可能会在下个星期发布财报的时候再次的去下调预期。美银的分析师表示说，即便是在上周 NVDA 下调了2季度预期，但是现在华尔街对于公司在3季度财报的共识可能还是太高了。他表示说，截止到10月的第3季度的预测，现在呢大家认为是大概70到75亿，但其实呢他认为大概只有60到65亿，你这里外里差多少？又差了10亿出去了啊！所以他认为市场预期给的太高了。这是美银的分析，他提出来一个警告，因为如果他说的是对的，这个10亿的营收的下降其实对 NVDA 造成的打击非常的厉害，因为他在2季度已经给了一个前瞻大幅下调，从81亿下调到67亿，已经下调了14亿。如果3季度也往下再下调14亿，那仅2个季度就下调了30亿的营收。那么我在看到了这个文章之后呢，我就去看这个数据库啊，就是我自己的这个数据库。我这个自建数据库里边是恰巧也在今天居然也发出了一份警告，就是 NVDA 的业绩预期被大幅下调。所以我想啊，应该是这个市场呢正在大幅的手忙脚乱的去调 NVDA 的业绩，所以会导致包括我的数据库里边我看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数据啊。看完之后当时我觉得这像是在看恐怖片儿。好，解释一下为什么。当时在8月9号的时候，我这个业绩预期我这里写的是到了23年1月份的财年的增速 EPS 增速是正 21%， 24年1月是正 11%。然后下面呢有2个估值，一个是根据历史的比较高的
一个呢是根据未来2年的平均增速的，给了一个中间的啊，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你认为匹配哪一个去做一个参考。然后今天给大家看一下8月17号的业绩预期，就是今天居然一口气把23年1月份变成了负 9%， 也就意味着如果这个数据是对的，那么在截止到23年1月份的这个财年， NVDA 会出现衰退，同比去年的衰退，它的整个的增速预期从正增长 21% 变成负9%，你说这是不是恐怖片啊？这是不是鬼故事啊？所以呢，如果按照这个预期，到了24年1月，尽管增长了 29%， 但是它基于23年1月的这个财年的数据，它这个数据还没有下调之前的总的数据高。如果简单来讲，什么意思呢？你看我上面给的这个估值啊，上面给的估值已经是按照比较高的这个估值去估的，它呢在23年1月是111到166，是属于合理的，对吧？139中位。2024年1月呢是126到189，中位是157，是合理的。现在的价格已经在180块了。如果按照下面的这个业绩去出，它理论的估值下限可以去到100块钱的下方，大概能去到80块钱左右。这是估值啊，从估值的角度来去考量的。所以呢，按照不管它是否能够下调，还是说这个数据库是出了什么问题，这样思考起来，再配合着美银的分析师今天讲的这件事儿，我认为呢 NVDA 在到下周财报之前呢，这段时间可能爆雷的几率存在啊，它的爆雷的几率是越来越大了，因为它这个价格并不便宜了啊，无论你采用哪一套估值体系和业绩预期去算都不便宜，183块钱，对吧？除非你按照上面的最高的这个去算，38倍的中位去算，或者是58倍的这个高位的300多去算，那可能不高，但是它增速不可能有50几、40几嘛。你看这个增速预期，你按照30%算、40%算，你可能还能算得过去，但是你要照50几算，不合理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180几的 NVDA 太高了。之前我已经减仓了，其实啊，之前减过了 181.5 减过一些，本来就只有 3% 的一个负成本仓位了。那么现在呢，我决定还会继续的减仓啊，就在这2天，这个随时我可能就减了啊。这个它是不管是往下跌还是往上涨一涨，我就决定还是继续减仓。总之要在它的这个财报出来之前，把仓位继续的下降，继续的去保护好利润，因为剩下的呢都是负成本啊，就是说我把利润成本全部拿出来了，里面全部是利润在奔跑，所以不太重要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今天想给大家提醒的，包括下面的这个加仓的计划。如果这个数据真的是按照这么去走，我后面可能会做一些调整啊，会稍微的做一些调整，调整完了之后，然后我再重新给大家做一个更新，好吧？但是最近它肯定是没有什么给我买的机会的，因为即便是160块钱，那现在还差挺多呢，还得要大跌它才能到了我的位置啊。我现在的位置减仓，减的不多吧，我还留一个 2% 的仓位，然后只减掉 1%。大家呢，你就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啊，不管你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基本面也好，还是你自己市场调研也好，还是看数据分析也好，希望大家呢你自己做出抉择啊。我只说我看到的东西，因为我比较信任我自己的这个数据库，包括今天凑巧美银这边也给了一个警告，所以我认为呢这个事儿它并不是一个巧合啊。好，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其他的半导体呢，暂时我没有看到特别奇葩的啊变化，有特别大的一个变化的。如果未来有，我后面的节目再和大家来去做个更新。好，这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和点赞、转发。那咱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